歡迎來到少主林的魔幻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 GP15 的這款 KO 版 MP 老鼠勇士，原大的尺寸，在結構上邊并沒有做太多的改动，配件內容帶的也是跟原版相同的。主要咱們還是來看一看這回玩具的本體素質做的如何。其實變形過程跟原版因為是一模一樣的嘛。但是原版有一個很讓人糾結的問題，可以看到 GP 的版本肚子下方的這條縫隙對的並沒有官方的那麼齊啊，因為啥呢？官方原版在下方的這個扣子裡邊 ，OK， 它在這兒做了一個倒鈎，就導致了這一塊兩個皮中間可以勾上，但是呢，因為料子太硬了。這個地方會出現白痕，而且每一個臂擺，這個是變形過程中必然會損傷到的。GP 的版本，它把這個鈎子給你取消掉了，它直接是一個插裝。插上以後的這個阻尼感雖然可以掛得住，但也因為這一款耗子設計的一個結構問題，這肚子裡邊團的密度太高了，它必須嚴苛嚴的每一個零件疊放在哪裡，總會頂着一點點，所以縫隙多多少少還會有一些，並沒有像官方密合的那麼的嚴實。掰開這一塊，我們看一下 GP 的版本這一塊為啥沒有白痕？第一個是因為沒有了鈎子，第二個它這個料子的韌性很強，比官方的那個韌性要好一些。所以呢，這個也算是有得有失吧。哎，起碼沒有那個白痕認證了。嘿嘿嘿，靠白痕認證，官方正版產品哪說理去？尾巴這個地方的雙段關節，我們往上疊放一下。頭部這裡脫開扣子，我們把這90度打下來，胸口的這兩片就可以撥開了。這裡邊的所有零件堆疊的密合程度，這個。必須得特別的嚴謹啊，所以呢，這一款也是因為 GP 的版本，它有一些關節的軸調教的，可能是因為漆面的問題導致了很緊，你必須得折到位，不然的話，你最後那身皮是蓋不起來的，很難受。哎，設計的太嚴謹了，有的時候就不方便把玩變形了。兩條腿拉出來，我們打開中間的扣子。這一塊會插得很緊，而且這個槍頭的位置你必須得捅到底，試着有那個嘎嗒一聲鎖住的感覺。只有這一塊插到了位，你密合後邊的時候才能包裹起來，不然的話會總覺得頂着一點點。一體收纳的槍，我們把它折開，哎，涂裝方面做的 Q 版本也可以。繼續腿部雙關節打直，腳掌挪過來，屁股後邊的這兩片裝甲就可以把它对折一下。然後兩條老鼠的後腿根據根部的双段關節搓一下，縮起來，然後把這裡的關節就壓到一個最小的幅度就行了。畢竟老鼠勇士就是一個包片的設計啊，包着殼。這一塊的假鼠頭我們翹起來一點，哎，把這塊拉開。胳膊肘這裡有兩個造型的零件，在變形耗子形態下，你必須得折到底，這兩塊也會轉軸偏緊，可能變幾次会好一些。如果這一塊折不到底，你上邊也是無法扣合的。倆胳膊旋轉出來，側面的這兩塊老鼠皮干涉的還是挺嚴重的，稍微轉一點點角度，把它左右張開，這個時候就有了足夠的空間，把胳膊我們先甩上來，老鼠頭順着這裡邊的關節往下放，通過根部的折疊。盡量的往下壓，壓到底会有扣子跟這樣卡住的感覺。然後整個上半身和背後這裡連接的地方分離，往前折疊。側面的這兩片啊，從這兒旋轉一下，轉過來，再通過根部這一塊的轉軸往上貼貼。另一邊也是旋轉過來，順着根部往上貼貼。注意邊緣的這個倒角避讓，最後前面的假鼠頭就可以提上來，跟側面的這個地方進行定位。背後這一塊鼠皮在運作的時候，我們需要往前折疊一下，多讓一點空間出來，後邊的這個蓋子才有更多的邊緣這塊不會绊倒，折下去。接着這兩片頭蓋骨相當于也折疊回来。外側的這兩片鼠皮也折疊下來。下一步，整個背包往回扣合3處插點，中間的插扣2側和肋部中間的一個連接，把它都掛上。然後胯部掰直，腰擰個180度，尾巴順着這些關節給它盤過去，
壓到一個最小的幅度，順着後背的 Z 字雙關節再往上提，最後擺正肩膀的角度，放下來，旋轉到位。手腕90度放下来，看一下这回 KO 版的头雕制作，模具的精度还可以啊，并不会显得很肉。头上的这些脑子紋路刻畫的倒是也都做了出来，金屬色的涂裝，該有的一些細節也都做了，甚至還印了派系的標誌。脖子的這個球形關節感覺阻尼感還行啊，我看了一下老蟒的那個，它那裡邊的透明零件裂掉了，所以會顯得很鬆。我手上的這一款還可以。應該是我這個沒裂，包括這一些關節的處理，很明顯手感方面是要比官方原版的緊很多的。這一塊因為在變形成老鼠形態的時候，我們把它已經折到了最底下，變成人形要把它折回來，哎，這個樣子胳膊才算變形到位。打開小臂上方的蓋板，這個小空間裡邊也都安放了精靈鼠炸彈，派系標誌印刷的精度也不錯啊。并不會覺得很糊。老鼠勇士，畢竟這個角色的設定就在這裡啊，它必須是一個包殼的，背後把這鼠皮攤開，而且變成老鼠形態，肯定是要把這身體團得緊緊實實塞在裡邊。當時我在玩官方原版的時候，其實給這個模具的評價還是挺高的。首先，它的人形還原度非常不錯；再一個，它在老鼠的偽裝形態下，還能把老鼠立起來，肚皮下方包裹的又是滿滿當當，偽裝的程度應該也是在目前 BW 相關的 MP 角色裡邊數一數二的了吧。但是它的變形設計太嚴苛了，對於把玩體驗上面來說，沒有那麼多的容錯率，你必須得把每一個零件都擺得正的放在那個位置裡邊，才能完美密合。其實對於新手來說，並不是特別的友好啊。再一個，之前的 MP 版價格好像也挺貴的啊，現在 KO 的版本出來了，首先價格方面是一大優勢啊。就算你不變形，就一個人形擺在那裡看，其實對於湊角色來說啊，也說得過去。全身的塗裝質感表現的還是不錯的。另外有一個很關鍵的點，官方原版在大臂就正面這個很顯眼的位置，它這地方有水口，噴完了漆以後，就是這一塊會顯得亂糟糟的。但是你看 KO 版反而沒有啊，很整潔很乾淨，我估計是開模的方向水口下刀的位置不同吧，所以感覺這一次 KO 版的老鼠勇士做的還是可以的，而且變了2-3圈把玩下來，身上並沒有出現什麼特別明顯的白痕現象，這一點是比較好評的。整個的用料其實比 MP 的那個更偏韌性一點，上手一摸其實是很好分辨的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GP 的這款 KO 版 MP 老鼠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，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